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成都公布了新增的3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行动轨迹，其中有一名20岁的女性轨迹图引发了热议。如果我问大家，你前天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你还能想起来吗？反正我自己是想不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这名感染者会有如此详尽的轨迹图呢？答案就是大数据。大数据依然是现在最火的概念。大数据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你可能会忘记，但是这些行为一旦被手机等其他智能设备记录下来，就成了大数据海洋中的一滴水，永远不会消失。为什么这些我自己都不想记得的东西，会有人想要保存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散落在网络的各个角落，你的支付记录代表你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喜欢买什么东西，你的位置记录可以查到你工作的地方，你家的位置，你的手机会有银行短信，会让人知道你的账单金额。这些单独的数据一旦聚合起来，互联网上的那些模糊的身影就会变成一个个相貌清晰、性格分明的人。各类公司都想要拿到这样的数据，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到精准营销，找到最佳客户，赚取更多的利润。那么公司如何获取这些数据呢？或者说我们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在上期的节目里，我和大家分享了3个数据泄露的源头。第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数据代理商，第二个是3大电信运营商，第3个是银行金融短信。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观看我的这期视频。除了这3个渠道外，另外还有大量的爬虫公司分分秒秒不停地在网络的各个角落里抓取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所谓网络爬虫，又称网页蜘蛛，是一种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抓取互联网信息的程序与技术。如果通过爬虫抓取网络公开信息，比如你的微博信息、你的朋友圈信息，主要是社交网络，并不违法。但是如果抓取的是未公开的、未经授权的个人敏感信息，比如你的定位、通讯录、短信，就属于违法行为。大数据风控公司的兴起始于2013年后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再到消费金融、现金贷带来的持续高热不退。大部分从事此类业务的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网贷平台等都会向大数据公司购买爬虫产品。每家户金都要购买20-30家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大数据产品来交叉验证。身份验证是开展所有服务的起点，互联网上的金融服务尤其如此。互联网金融行业内的验证主要分为3个等级。第一个是2要素验证，包括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主要是确认客户身份的真实性。第二个是3要素验证，除了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还包括手机号码，这是为了确认客户的社会关系、亲属信息，方便后续催收。第3个是4要素验证，除了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还有银行账户信息，这也是最难获取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了解客户的经济情况，划分客户等级。而这些极其隐私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打包买到。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信息如何泄露、如何交易，可以观看我上期的视频。有一个人在网上借了2万块钱，到期没有还，电话也打不通，要怎样找到他呢？这时你就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了，比如手机定位显示连续1个月，这个人每天晚上8点钟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的餐馆消费，那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家的位置。你带好人，晚上8点钟在那个餐馆蹲点就可以了。那么网贷公司又是如何才能获取到这个人的手机定位信息呢？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当你在安装一个 app 时，很多都会询问你是否要开启定位，比如滴滴打车、美团外卖，这些开启定位还可以理解。但有的比如修图软件、音乐软件需要定位就很奇怪了。我们信息的泄露基本都是手机里各类 app 作怪，这些 app 一旦获取到你的手机授权之后，就会默默在后台上传你的数据，而成千上万这种数据包被出售给各类大数据公司，大数据公司有出售给需要这些数据的各类公司。之前大数据公司只要聚合提供给网贷客户的运营商数据中含有客户地址定位，导致网贷公司直接找到客户催收，
从而引发命案。GL聚合在业内颇有竞争力，是因为与其他大数据风控公司相比，它能获得来自3大移动运营商的数据。而数据黑产是一鱼两吃，一边是非法中介甚至欺诈团伙，另一边则联系着诸多大数据公司和互金贷款机构，都在大量消费黑产数据，并且有很高的隐秘性。这些公司对外则通常以大数据、科技金融等炫目的词汇包装。9月16日，有媒体称同盾科技爬虫部门解散，该部门员工集体待岗，并被建议不要离开杭州，局面失控。同盾科技创始人兼实际控股人兼 CEO 蒋涛已出国避风头。今年41岁的蒋涛曾为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的技术总监，于2013年创立同盾科技，总部设立在杭州。不到4年，他的客户量便做到超过6000家，并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第三方大数据公司，被业内称为同盾神话。公开资料显示，同盾科技目前服务客户超过1万家，产品日调用量达到1亿，其中信贷类评分调用量达到6000万。而同盾科技面临的这波强监管，是由于公安部门打击套路贷牵扯出了导流获客和暴力催收，发现爬虫是主要工具，为这些套路贷平台抓取通讯录、地址定位等个人敏感信息，引发了命案及相关刑事调查。公安部门表示，套路贷是主犯，爬虫公司是从犯。按照警方的定义，套路贷是指以无抵押快速放贷为诱饵，以民间借贷为幌子，诱骗或强迫他人陷入借贷圈套，通过精心设计的套路手段，让借款人的债务在短时间内几何倍的增长，继而通过暴力讨债、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较大数额财产，特别是房产，是一种组织性、预谋性强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借款3万元之后不断被违约，被迫用新债还旧债，1年后债务竟滚成8000万。大学生在网上借6000元，1年后竟欠款36万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套路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不仅造成受害人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必定伴随着恶意催收，甚至给借款人造成生命危险，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和社会稳定。所以套路贷成了公安部重点打击的对象。放高炮714就是套路贷的惯用手法。放高炮是指高利贷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到10倍以上。高炮的贷款利率不受法律保护，多采用砍头息的方式，放贷时间短，利息高，如借款2000元到账1450元左右，或全额到账7天到14天，还款金额在2500元左右。714高炮就是指借款期限只有7天或14天的高利贷。在2017年12月，监管出台了整治现金贷的141号文之前，网贷公司基本都是现金贷公司，很多公司都是大规模做高息小额的现金贷，通过公开招聘、网络视频等公开大规模投放广告来获客。141号文出台以后，由于不能公开大规模推广业务，这些平台就转入地下，比原来玩的还狠，都演变成高炮了，手法比原来更凶狠极恶，都是砍头息，利润先拿到手，后面贷款烂就烂了，直接卖给催收公司。为了逃避监管，这些现金贷平台把团队拆小，比如以前一个公司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拆成一个个小团队，一个团队10几个人，甚至以个人名义去放贷。但这样一来，每个团队很难做出规模效应，规模小了之后，意味着经营成本大幅上升，这时放贷平台就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来覆盖成本。根据业内人士介绍，高炮客户基本上是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借款需求客观存在，但无法获得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以前是地下金融、民间借贷的方式存在，打是打不掉的，越 low 的互金机构越愿意接这种高炮客户，因为高炮利率超高，年化利率可达1000%、2000%以上，只要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还钱就能挣钱。这类贷款在国际上被定义为掠夺性贷款，是指以不了解信贷市场并且信用记录较低的借款者为目标，是一种有误导性或欺诈性的借贷行为。通常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外来移民以及老年群体
是掠夺性贷款商的主要目标。对大数据风控公司来说，这些高炮机构也是重要的客户群，对相关数据有很强的需求，但很难从客户群中严格区分开来。如同盾的很多客户是非持牌机构，在141号文之后，不少转向地下放高炮，他们想尽办法也要获得同盾这类机构的数据接口。业内不少机构称，与同盾合作的小型高炮平台有上千家。从行业平台巨头诉上的信息来看，同盾旗下的信川科技不仅作为技术服务提供商，还因运营多家现金代码夹而被投诉，但同盾对此严词否认，并提供了相关现金代码夹不存在股权关系的书证。同盾科技在回应媒体的答复中称，数据魔盒官网相应配合业务调整，在今年3月份就已下线，但是在一份今年6、7月的同盾产品报价单中，仍显示有数据魔盒的产品报价，包括淘宝数据、芝麻信用分、邮箱账单、网银账单、运营商数据、社保公积金数据等，这些数据均为个人敏感信息。这份报价单显示数据来源为爬取。同盾科技旗下的信川科技运营仅半年，其核心产品数据魔盒就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成立半年以来，有超过100家机构使用数据魔盒的产品，累计超过200万次数据调用量。数据魔盒的客户主要来自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了 P2P 网贷、消费金融、理财、保险、房车租赁等。数据魔盒的数据来自于3部分，首先主要是爬取互联网公开数据，其次是和同盾科技交换数据，还有就是用户授权的数据，包括用户的微博等社交网站、邮箱账单、运营商账单、通话记录等，然后通过海量的数据对比分析、交叉验证，最终为各类机构提供用户的风险分析判断数据。所谓的大数据公司，其实事实上就是爬虫公司。网贷平台之前都是在爬虫公司购买数据，监管收紧之后，网贷平台就自己去爬取数据了。借款人下载注册网贷 App 后，网贷平台首先会先取得借款人在各个网站的登录授权，包括移动运营商、银联、支付宝、微信。取得授权后，爬虫就会模拟本人登录平台，登录进去之后，能看到什么页面就爬取什么页面。另外还会要求允许读取手机通讯录、相机、麦克风权限。在网贷平台看来，这就是自己爬取数据的好处，可以经过自己的 App 可以获得客户的授权，比如客户授取平台允许爬取通讯录。其实要是按照网络安全法，这种做法涉嫌过度授权。但所有贷款 App 都这样做，他们的想法是，等到哪天监管说这种授权是过度授权再说，现在还能暂且拖延一段时间。有趣的是，爬虫公司、网贷平台这个圈里经常会有斯诺登，把一些大公司不体面的做法曝光，其实大多是竞争对手干的。相互揭底的事少不了，因为这些大数据公司都有原罪。表面上这些大数据公司自称是技术提供商，但其实他们最容易成为助长各种黑产的重要动力。另外，被调查的大数据公司基本都提供代抄服务。代抄也就是贷款超市，即所谓一站式信用贷款技术服务平台，相当于把所有贷款平台集合到一个平台上，这样可以横向比较。央视315晚会曾经曝光一批网贷公司，其中就有贷款产品搜索比价的头部平台融360，就属于代抄。代抄的业务模式之一就是爬取个人数据信息卖流量，如把数据卖给高炮平台，带给高风险人群，由此也催生出高息暴利、买卖数据、暴利催收等。高炮放的平台除了从代抄买数据、买流量，主要还是买运营商的通话记录和短信数据。这主要有3大用途。第一个用途是爬取手机通讯录的联系方式，这可以作为贷前风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有些是骗贷者本身就是骗子团伙，他的联系方式里一般好多都是骗子，可能这个借贷者是来自团伙欺诈，所以平台就直接拒绝。第二个用途是获客营销。俗话说人以群分，比如说是农民工的通讯录，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如果某个人老去借高炮，那他的联系人中很多可能也是这样，因此高炮公司可能会针对其通讯录的联系人做营销。第
第三个用途是贷后催收，比如把你通讯录的联系人的电话都打一遍，催收也是出事频率最高的。大数据爬虫行业公司的第一个入刑案例是号称数据第一股的北京数据堂，它在2014年挂牌新三板。2018年8月，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数据堂首席运营官柴银辉、营销部门副总裁胡小敏有期徒刑3年。警方侦查发现，数据堂在8个月的时间内，日均传输公民个人信息 1.3亿多条，数据量巨大。案件中涉及的数据隐私性高，不仅记录手机用户具体的上网行为，甚至部分数据能够直接进入公民个人账号主页。数据堂的数据就是通过网络爬虫爬取的方式获得。这些大数据风控公司之所以这么激进，敢于铤而走险，背后的资本也难辞其咎。在这些大数据风控公司的股东名单上，不乏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 VCPE， 比如同盾科技经历了5轮近2亿美元的融资。在融资环境趋冷的背景下，同盾科技还获得了2轮融资。目前其股东包括 IDG 资本、代码系、招商局旗下中百基金、国泰全球等。在国外，这些大牌资本都会比较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约束，在乎声誉名声。到了中国内地，法律约束环境不够完备，资本逐利嗜血的本性便显露出来。感谢大家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